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ogo， 欢迎来到我的中文播客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家庭成员这个话题。在我们开始前，请别忘了打开油管的字幕哦。每一期我都会准备西班牙语、英语和中文拼音的字幕。我是住在西班牙的华人，来西班牙这么久，很多外国的朋友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如果你们知道我的年龄，大概也能猜到答案。因为我是90后出生的，那会儿正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，所以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是独生子女，也就是西语里常说的hija única。而且不只是我的家族里所有的亲戚都只有一个孩子。不过我父母那一代的生育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父母出生的那几年，那时候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，所以我爸爸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，还有我妈妈的父母，我的外公外婆，都生了好几个孩子。比如我妈妈，她有2个姐姐，1个弟弟。我妈妈排第3，是家里最小的女儿。我爸爸的家庭成员更多，他有4个姐姐，1个哥哥，他是最小的孩子。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以及我爸爸的哥哥姐姐们，每个人都有1个孩子。这就造成了我虽然没有亲兄弟姐妹，但是我的童年依旧很丰富，因为我有很多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表兄妹和堂兄妹。表兄妹和堂兄妹在英文里就是 cousin， 在西语里是 primo or prima。 英语和西语里的这个词，相信很多人都理解意思，但这个称呼放在中文里则会细分出2个称呼：表兄妹和堂兄妹。如果我们拆解这个中文字，其实不难理解。兄就是 brother hermano 兄弟的意思，妹就是 sister hermana 姐妹的意思。但这个表和堂在中文里是怎么理解的呢？其实表兄妹和堂兄妹都是和我同一辈的亲戚，但血缘来源不同，区别主要在于父系还是母系。堂代表同姓，来自父亲这一边的亲戚。不同于西方，像西班牙，每个人都有2个姓氏，可以把父亲和母亲的姓氏都给孩子。但在中国，我们都只有1个姓氏，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跟着爸爸姓。虽然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必须随父姓，但随父姓的传统，如今大多数家庭都还是保留下来了。比如我家，我跟着我爸爸姓，我爸爸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叔叔，他有1个儿子，比我小2岁，他也是跟着我叔叔姓，所以我和他就是堂姐弟的关系。表一般都是与母系或者父亲的姐妹有关。我爸爸的姐姐们，我叫她们姑姑，她们生的孩子因为都比我大，
所以都是我的表兄和表姐。我妈妈的姐姐，我叫他们阿姨；我妈妈的弟弟，我叫他舅舅。他们生的孩子都比我年纪大，而且都是女生，所以都是我的表姐。仔细数一下的话，我一共有5个表姐，3个表哥，还有1个堂弟。其中只有我和堂弟是同一个姓氏的。这个在西方语言里应该没有这么细致的区分，也可以说是汉语独有的一种称呼体系。因为在中国古代，由于宗族文化的影响，人们特别用堂或表来区分父系和母系的亲属。我相信，对于家族成员的称呼，可能是正在学中文的朋友们最头疼的一个主题了。这就跟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和西语里的动词时态变位一样。中国人对父系家族成员和母系家族成员的称呼完全不同，而在英文或者西班牙语里，这些通常都只用1个单词就能概括，比中文简单多了。就拿我之前说的来举例，我称呼我爸爸的爸爸为爷爷，但是如果是我妈妈的爸爸，就要叫他外公。同样的，如果是爸爸的妈妈，我叫她奶奶。妈妈的妈妈，我称呼她为外婆。这样听上去真的很像绕口令。我爸爸的姐姐呢，我叫她们姑姑，但我有很多的姑姑。为了区别她们，年纪最大的姑姑，我会叫她大姑姑；年纪第2大的姑姑，我会叫她二姑姑。之后的就是在姑姑前加个数字，以此类推，直到年纪最小的那个姑姑，我叫她小姑姑。我爸爸的哥哥，我叫他叔叔，而我妈妈的姐姐，我称呼他们为阿姨。我妈妈的弟弟，我叫他舅舅。说到这里，我自己都有些混乱了。小时候过中国新年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去亲戚家做客。到了亲戚家后，父母最喜欢指着我的叔叔姑姑们问我：“你知道他是你的谁吗？快叫人！”对当时年幼的我来说，这就跟考试答题一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，之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会搞混这些称呼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经历了父母布置的一轮又一轮的亲戚考试。好啦，今天关于我的中国家庭和亲戚称谓的小分享就到这儿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播客，你们能对中国家庭的结构有一点了解。视频的最后，我留下了一个小测验给你，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答案哦。下期我们会聊更多有趣的话题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 Gogo， 我们下期见。再见，Hasta luego，拜拜。